移居去一个全新的国度，比买保险更早一步的，应该就是开设银行户头了吧？银行品牌这么多，你用的是哪一家呢？你知道钱都存在一家银行，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吗？年化利率多少？手续费高吗？我们最近用的这家，连美元和一些主要货币的活期利率都超高，兑换货币转账也是非常方便。重点是世界各地都能网上申请，不如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吧。我们来马来西亚申请的第一个银行账户是渣打银行的，因为当时第二家园获批需要来大马办理护照贴签，并考察学校和房子，所以在吉隆坡逗留了半个月。同时由于要把第二家园所要求的存款尽快存入大马境内的银行，因此也没有多做对比，就近选择了渣打银行。这是一家总部在英国的知名跨国银行，我们也比较放心。搬家来大马后，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存款保险机构 PIDM 对每个银行账户的保障最高只有25万令吉，我们就需要考虑再申请另外一家银行的账户，来多获得一点 PIDM 的保障。后来选了汇丰，原因之一是这家银行同样是跨国经营的大品牌。另一方面，只要在某个国家成为了汇丰的 Premier 客户，就可以申请汇丰在别的国家的银行账户，而且自动就是 Premier。而第三个我们发现的新大陆，近期一直频繁使用的 Wise， 它的母公司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Wise 严格上来说不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类似于国内支付宝的转账和支付平台。但支付宝在换外汇和做跨境转账时有很多限制，而在全世界范围 ，Wise 已经被广泛用于货币兑换、接收和支付转账。它的受欢迎程度也已经超过另一个知名的平台 PayPal 了。就我们自己的使用经验来讲，除了少数几个银行业务 ，Wise 能满足我们大多数的需求，而且可以实现很多马来西亚境内银行无法完成的事。由于篇幅限制，本期我们主要通过开户、存款、货币兑换来看看这几个银行金融平台的特点。下一期再聊聊这几家的本地、海外银行转账、证券账户存取款、账户最低余额以及我们的一些综合使用经验分享。首先看一下开户。外国人来到马来西亚后，通过老客户的推荐来申请渣打或汇丰这些外资银行的账户，获批会更容易一点。这里的银行一般会为每个客户配一位客户经理，而客户经理可能出于业绩的考虑，会对新客户做一些评估。我们曾经直接跑去银行的前台要求开账户，然而银行的员工显得很犹豫，他们没为我们找客户经理，而是仔细询问了我们开账户的目的，还要我们出示现有的银行卡这类辅助证明。即使我们又出示了 MM2H 的获批函，仍然没能当场办好。最后还是通过朋友推荐，才直接见到了一位客户经理，为我们开好了银行账户。所以哪位朋友如果需要开设马来西亚的渣打或是汇丰的账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我可以为你推荐我们的客户经理。除了基本的马来西亚令吉账户，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都为每位客户提供可选的外币子账户。渣打银行会给每个币种的账户分配一个账号，而汇丰是所有币种的账户共用一个账户。而 Wise 的账户其实是可以从世界各地直接在线申请的。通常这第一个账户对应的是申请地所在国家的货币，只要在一个国家成功申请了 Wise 账户，就可以登录进 Wise 网站，很方便的添加其他币种的账户。非常特别的是，这些外币的账户是开在那些货币所属国家的银行的，并且获得所在国的存款保险机构的保障。而 Wise 本身就是一个连接世界各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平台。例如，我们在马来西亚申请了 Wise 的马来西亚令吉账户，随后在 Wise 网站中自己添加的美元账户，就是开设在美国的公共联邦储蓄银行的账户。反过来，只要在自己的国家成功申请了 Wise 账户，那就不需要亲自来马来西亚，
也可以很方便的在 Wise 网站中为自己添加大码的银行账户。顺便提一句， Wise 为用户提供的大码银行账户是摩根大通银行马来西亚分行的。我在评论区置顶了 Wise 官网的账户申请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国家直接申请。目前不同地区的 Wise 还提供了各种吸引新用户的优惠，例如在美国申请的 Wise 新用户，第一次通过 Wise 做国际转账汇款，最高可以免除$600的手续费；在英国的新用户，第一次最高可以免除200英镑。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新用户可以免费获赠一张 Wise Visa Platinum 借记卡。2. 存款。从各方面来说，渣打银行都是一家中规中矩的银行。例如，在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渣打银行的1年期马来西亚令吉的定期存款利率是 2.7%， 其他各个期限的年化利率可以参考这张表。汇丰银行一般会给更高的定期存款利率，例如在同一天，汇丰1年期马来西亚令吉的存款利率是 2.8%，1年期以上，渣打银行统一都是年化 2.7%， 而汇丰要高出不少，最长的5年期可以给到年化 3.35%。 汇丰各个期限的年化利率可以参考这张表。再来看看各种外币的定期存款，汇丰同样给出更高的利率，例如在同一天，美元的1年期定存利率是 4.62%， 英镑是 4.51%， 欧元是 3.04%。 渣打没有公布外币的定期存款利率，根据我们的经验，渣打比汇丰一般要低 0.5 到1个百分点。汇丰各外币和各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可以参考这张图。Wise 为一些国家的用户提供的活期存款利率竟然接近于其他银行的定期利率，也就是说，资金随时可以取用，同时还能获得接近于定期的年化利率，而获得的利息 Wise 会每天打给客户。目前只要是在美国、英国、新加坡和多个西欧和北欧国家注册 Wise 的用户都可以享有这个福利。例如，美国的用户存在 Wise 活期账户中的美元，目前年化利率是 4.85%， 英镑是 3.22%， 欧元是 2.29%， 而存在 Wise 账户中的美元资金可以获得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机构 FDIC 高达25万美元的保障。在其他 Wise 提供存款利息的国家，用户都可以获得类似或更高的存款利率，以及来自当地官方存款保险机构的保障。遗憾的是， Wise 目前还没有向在马来西亚申请的用户提供存款利息，那我们就耐心等待吧。在大部分主要国家， Wise 的用户都可以获得 Wise Visa Platinum 借记卡。如果这个用户申请的账户恰好又归属于 Wise 提供存款利息的国家，那就可以更灵活地管理自己的资金了。比如这个用户去海外旅行或定居时，就不用急着转成当地货币，因为只需支付小额的手续费，就可以使用 Wise 的 Visa 借记卡，从旅行地任何支持 Visa 的 ATM 机器提取当地货币，或在 POS 机上直接消费。资金可以全部留存在自己的 Wise 美元、英镑、欧元或新加坡元账户中获取高额利息。因为所有资金都处于活期状态， Wise 会以实时的中间价汇率为用户兑换成所需的当地货币。3. 货币兑换。和大多数银行一样，在渣打或汇丰做货币兑换时，银行一般不收手续费，但会设定卖出价和买入价，中间会有不小的差额，而银行给客户的汇率肯定是那个较低的买入价。例如，在制作这段视频的时候，汇丰银行的美元令吉的买入价、卖出价分别是 4.692 和 4.868。那我们在汇丰银行把1000美元换成马来西亚令吉，就可以得到4692令吉。渣打银行的买入价、卖出价分别是 4.70584 和 4.85119， 那么1000美元就可以换 4705.84 令吉。而通过 Wise， 我们获得的汇率是中间价，
比在银行做兑换要划算很多。来看看当天 Wise 的汇率是 4.779， 即使 Wise 收了一小笔手续费，1000美元仍然能换 4750.42令吉，比汇丰和渣打要多。更妙的是，在 Wise 账户内把美元换成令吉后，资金就从我们美元账户所在的美国的公共联邦储蓄银行自动转到了令吉账户所在的摩根大通银行马来西亚分行，这样连银行间跨国转账的费用也省下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银行使用经验的上篇了，有问题欢迎评论区讨论。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